有缘人又见面了。之前我们聊过，普通人跟有钱人的差距，并非只是财产上的不同，思维方式的差距才是最本质的原因。普通人的钱越花越少，有钱人的钱越花越多。除了利息的因素外，以下这5类东西你也应该知道，它们会让你越买越有钱。老规矩，听前先点赞的人，你也会越来越有钱。第一，买资产会让你越来越有钱。首先，你得了解什么才能叫资产，并不是说你买了一辆车、一套房子，就算资产了。资产不仅仅局限于房车，且房车也不一定永远都是资产。要记住了，会给你带来收益的才是资产。比如房子，如果你是500万买的，行情好的时候，过2年就涨到700万。同时，房子又很容易出掉，变成现金。那这时候，房子就可以说属于资产。但是如果房子行情不好，500万的房子只能卖300万，同时挂300万还不一定有人要。而且呢，你还有高额的房贷，每个月需要偿还2万。那这个时候房子就不能算资产，而是叫负债。同理，汽车也是一样。如果你汽车的使用、保养、维修等成本过高，只能算消耗品。所以好的资产很重要。好的资产一般价值稳定且方便变现，从长期来看还会稳步上升，给你提供持续的收益。故选择对好的资产更重要。买对了会让你越买越有钱。第二，买认知。哲学家叔本华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的确，我们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思维牢牢地禁锢其中。如果仔细检查我们过往犯过的那些错误，或者失去的各种机会，你会发现，绝大多数过失都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局限带来的，而不是别人蓄意破坏的，更不是环境带来的。所以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对抗自己认知愚蠢的过程，每天都想得到眼前的好处，却从不想打开自己的认知牢笼。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世界认知的变现，你所亏的每一分钱都是因为对世界的认知有缺陷。你永远赚不到超出认知范围之外的钱，除非你靠运气。但是靠运气赚到的钱，最后往往又会靠实力亏掉，这是一种必然。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在于，一旦你的认知和财富不匹配，社会就有100种方法收割你，直到互相匹配为止。认知资本才是社会未来最大的资本。认知越高的人，看事情就越客观，他们遵从本质和规律办事，负责操控世界的运转。认知越低的人，看事情越主观，容易被表象迷惑，越容易有偏见，喜欢盲从，只能被操控。就像《教父》里的那句话，用1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注定是不一样的命运。人的认知一旦得到突破，思维就会彻底打开，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更加透彻真实的世界，还能一眼看到本质，瞬间抓到要点，更能驾驭生活，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引领大众。经常有人说没有深度思考，所有的勤奋努力都是扯淡。同样的逻辑，认知不到位，所有的深度思考都是扯淡。未来不是人赚钱，而是钱找人。财富永远都会流向最匹配他的人，
就是那些高认知的人。那么究竟什么是认知呢？来看下面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恋爱和婚姻的区别是什么？恋爱的本质是情感交换，而婚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因此，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还挺好的，一旦步入婚姻就有各种矛盾。那么，友情和爱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友情经不起考验，经得起平淡，而爱情却经得起考验，却经不起平淡。这就是真正的区别，一语道破。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来探讨一个话题：消费者想要的是好产品吗？或者说，大众想得到的是真相吗？其实，大众想要的既不是好产品，也不渴望看到真相，更不是在寻找价值。他们只是渴望被理解，渴望得到情绪安慰。那些让大家感觉不爽的真相，大家会一直充耳不闻。相反，但那些能给大众产生美好幻想的谎言，却可以让大众盲从、偏执和狂热。所以，千万不要把你认为的真相强加于人，也不要把你所认为的价值和好产品给他们。你只需要理解他们，抚慰他们，让他们活在希望里，你就能大获成功。这就是商业的本质。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平时都说要懂规则。什么才是真正的懂规则呢？我们总以为规则是用来遵守的，而实际上，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就看你会不会打破。比如，我们在过马路时，如果是1-2个人一起等红绿灯，往往都会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如果当等红绿灯的人比较多，只要凑够了7-8个人，不管红灯绿灯，就会一起大模大样过去。这说明什么？说明规则是给个体设立的，只要人数凑够了，规则也可以改变的。因此，你能不能凑得够人，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是问题的最关键。什么叫规则？强者给弱者画一个圈，然后告诉弱者你站里面不能出来，这就是规则。所谓规则，就是强者给弱者制定的规矩，也是高认知的人给低认知的人设计的行为路径。以上3个例子就是认知的问题。只有认知到一定层次的人，才能看到深层的东西。无论是社交恋爱还是创业投资，高认知的人能一眼看穿全局。而谁能先看穿全局，谁就能先主导全局。未来不是人赚钱，而是钱找人。未来只靠产品已经赚钱会越来越难，因为随着人类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有形产品的利润都会无限趋近于0，甚至是免费供给的。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形产品都是无形产品的附属。无形产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认知，认知就是未来社会的精神高地。无形的东西将越来越能决定有形的东西。财富永远都会流向最匹配它的人，就是那些高认知的人。未来最好的投资就是对自己认知的投资。99%的人看似想要的是自由，其实想要的是被奴役。他们总是很容易被煽动，越来越情绪化，看不到真相和本质，只能在被无形中被操控。为什么认知低的人总被人收割呢？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人对你只要给我100块，我就教你马上能赚1000块的方法，你愿不愿意？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愿意，因为马上就能赚钱。多么落地的方案，我当然需要啊。然后当你把100块交给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马上去找10个像你一样的傻瓜。
看似如此合理，却又如此荒唐，这就是传销和很多骗局的本质。对于赚钱来说，永远都是内行人赚外行人的钱；对于骗局来说，永远都是高认知的人能骗到低认知的人。当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能超出你的认知范围的时候，他永远忽悠不了你。相反，当一个人讲的话句句都让你如梦初醒，醍醐灌顶，那么你就很容易被他牵着走。资本大鳄索罗斯说，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在进入之前先认知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知之前退出游戏。那些在庞氏骗局上的接盘者，其认知往往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认知根本不足以驾驭他所占有或继承的财富。所谓击鼓传花的游戏，是从高认知向低认知依次传递的，传到你这里是必然，除非你还能招到一个认知比你还低的人。随着 99% 的人变得越来越愚蠢，未来一切的竞争其实都是抢占认知高地的竞争。简而言之，就是攻占着 99% 的人的心智。社会将不断通过各种方法去识别那些低认知的人，将他们打入底层，使他们遭受奴役。同时，社会还将不断地通过各种方法去识别那些高认知的人，把这些人送入上层社会。那些掌握了对未来解释权的人，就是占领了认知高地的人。他们不仅控制商业的未来，也掌控了生命的未来，包括大数据、算法等等，这些都是他们保持高认知的工具。他们利用这些资源和工具，不断迭代自己的认知，不断宣导自己的合理性，从而时刻占领人类的认知高地，稳坐人类食物链的最顶层，引领和统治一切。今后 99% 的人都将进化得越来越愚蠢，分文不值，是低维的人，只有 1% 的人将进化得越来越聪明。引领社会的进步是高维的人，未来低维的人在高维的人眼里，就像现在的蚂蚁在我们眼里一样，是透明的、低级的、被操控的，甚至是完全不值一提的。高认知的人操控低认知的人，就像上帝操控人类一样，也像我们对付一群蚂蚁一样。这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深刻阐述。人类文明的进化只不过是高认知的人对低认知的人管理方式不断升级。提升认知才是阶层逆袭的根本，也是谨防被收割的根本。第三，买人脉，买圈子。人脉圈子怎么买？这个其实最简单。任何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交换关系。我太太有一位 MBA 同学，在念 MBA 期间，几乎每一场活动都不缺席，无论是聚餐、校际比赛，还是企业参观、晚会，一周至少有3个晚上，一个周六或周日，花在这样的社交活动上。用他的话说，念 MBA 不就是为了积累人脉吗？3年下来，确实人人都认识了他。他也时时以人脉深厚自居，在班上四处炫耀他前天跟这个师兄见面了，昨晚跟那个教授吃饭了。可当他毕业答辩出现问题的时候，连一个出面帮他的同学和老师都没有，最后只能多修了1年才拿到 MBA 学位。反而我太太这种隔3差5才有空参加一次活动的人，论文打印出问题时，好几个同学帮着处理，赶在最后一刻成功答辩。为何我太太的这位同学
四处社交，有心积累人脉，最后却一点人脉都莫能积累下来呢？原因很简单，他理解错了人脉的根本。人脉的意义不在于你认识谁，而在于你能吸引谁。人脉不是你和多少人打过交道，而是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和你打交道。人脉不是辉煌时有多少人在你面前奉承你，而是在你落魄时有多少人愿意帮助你。而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你有多大的可交换价值。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霍曼斯在他的社会交换理论中指出，任何人际关系其本质上就是交换关系。你的可交换价值越大，你能吸引的人就越多，愿意主动跟你打交道的人也越多。即使你一时落魄了，愿意帮你的人也更多。我太太的这位同学将念 MBA 的3年时间都花在了各种社交上，自身的价值毫无提升。这种情况下，他主动去结识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因为在他想巴结的人眼中，他毫无交换价值。既然人脉的根本在于你有多大的可交换价值，那么打造有效人脉关系的第一步就需要你建立自身的价值，并尽可能地去提升这个价值。是人都会辜负你，但你的本事却永远忠诚。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提升你的自身价值都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请注意，这儿的价值是一个人的综合价值，不仅仅是你的专业价值，它还包括你的特征价值、资源价值以及链接价值。你需要根据你的特征、背景、发展方向，选择你价值提升的切入点和侧重点。比如，你相貌一般，出身平凡，性格内向，一路走来也莫踩到狗屎运，中个彩票，遇到贵人什么的。这时你提升自身价值的最好切入点可能就是专业价值了。先让自己具备一技之长，在某个领域有一定的个人价值后，由此交换，积累更多人脉之后，再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价值互换方式。或者你不爱钻研，喜好交友，为人仗义，爱管闲事，这种情况下，你提升自身价值的切入点就可以是链接价值。虽然你自己无法直接做价值交换，但你就像一个网络交换的中心节点，总可以牵线搭桥，为别人找到可价值交换的对象。一旦你成功建立了自己的价值，接下来就要尽可能地展现你的价值，放大你的可交换系数。你的可交换价值等于你的价值 x 你的可交换系数。假设你很有价值，但不为人所知的话，就如同掉落在某个阴暗角落的明珠一样，万一无人发现，可交换系数就为0了。这时哪怕自身价值再高都无济于事，因为再大的数乘上0的结果都只会是0。因此在建立了自身价值的基础上，你还要找到向别人展现你价值的方法，尽可能放大你的可交换系数，这样你的可交换价值才会最大化。第4，买健康。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只有身体健康，你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因为我们赚钱的能力跟我们健康的能力是对等的。如果你身体不健康，没有精力，你哪有机会去赚钱，哪有想法去赚钱，根本都不想赚钱。百家讲坛的王立群老师说过一个很经典的成功4行理论：一，你自己得行；2，得有人说你行；3，说你行的人他也得行；4，你身体的行。前3点很好理解，最后一点王老师特地加上：
说明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没有健康一切白谈。无论你赚了多少个零，健康永远是前面的一。最后，买机会。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出生时命运已定，今后能否发达，大概率要看运气，也就是机遇。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曾说，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是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试想，如果弗莱明不是一个细菌学专家，或者对葡萄球菌没有历经数年的研究，或者粗心大意把发了霉的培养液随手就倒掉了，还能成为青霉素的发现者吗？成千上万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为什么只有牛顿一个人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常常觉得这个就是牛顿的机遇，并且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所谓的纯粹偶然机遇在人生中的巨大作用。但他们却忘了，在苹果掉下来之前，牛顿已经在为重力问题做了多年的研究，进行了无数富有成效的探索。可以说，关于重力问题的一些极为复杂深刻的问题，牛顿都反复思考推敲过。对于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牛顿也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准备。苹果落地，常人毫不在意的日常生活现象，之所以能激起他灵感的火花，并进一步做出异常深刻的解释，是因为牛顿对重力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的结果。他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只等苹果掉下来。同样有许多发现和发明看起来是纯属偶然，事实上，这些在常人看来纯属偶然的事件，不过是从事该项研究的人长期苦思冥想的结果。在最终的成果收获之前，他们已经为此就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总是坐等着机遇，但光等是无法等到机遇的。托富勒曾说过，一个明智的人总是抓住机遇，把它变成美好的未来。下面这个故事更能充分地说明了利用机遇。100多年前，有位叫莱维·施特劳斯的德国人到美国旧金山去经商，除了别的商品，他还带了一些帆布，以供淘金者做帐篷之用。但没有来得及下船，除了帆布，货物都一售而空，一针一线都需要从外面进口的。旧金山人需求之旺盛，给莱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船后，莱维就带着帆布开始了他的淘金历程。他很快就和一位挖金的矿工迎面而遇。此人抱怨道，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帐篷，而是挖金时筋膜耐穿的裤子。头脑灵活的莱维一点也没有含糊，随即和那位矿工一起到裁缝店，用随身携带的帆布给他做了一条裤子。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条工装裤，也就是今天十分时髦的牛仔裤的鼻祖。那位矿工回去之后，消息不胫而走，大量的订货迅即而来。莱维的成功让人羡慕，但我们是没法复制他的成功，只能学习他的成功思维。莱维成功的关键就是准备思维。矿工需要的是耐磨的裤子，而莱维手头只有做帐篷的帆布。如果莱维的观察不仔细，准备不充分，恰好没有带帆布，故事恐怕就不是这样的结局了。他就只会后悔自己带错了商品，从而失去这次绝好的赚钱机会。从现在起，做一个时刻准备好的人，别错过幸运女神的任何一次敲门。最后，有缘人，感谢你听到这里。上面的5类东西往往比金钱更珍贵，
怎么买都不会贵。大部分时候，越买还会让你越赚钱。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请订阅这个频道，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如果你有所感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